我轻易的侧身躲开了他的扑抓。经历了末世的残酷和重生后的筹谋，他的动作在我眼中笨拙而迟缓。物资当然有，我语气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嘲弄。很多，多到超乎你的想象，足够我一个人舒舒服服的活到天荒地老。张明的眼睛瞬间被狂喜和更深的贪婪点燃，他似乎自动忽略了我最后那句话。在哪里？快点拿出来！有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我打断他，冷笑一声，哼。张明，你刚才不是还说我偷男人？张明立马换了一副讨好的嘴脸，他这个人一直这样，只要是对他有利的事情，他第一个冲在前面。婉婉，我是太爱你了，太怕失去你了，要不你打我2巴掌出气好不好？一边说着，张明就想上前拉我的手往他的脸上打，我猛地甩开，满脸嫌弃。张明，你大概不知道，上一世你是怎么为了一瓶酸奶和一包烟把我推给那个恶霸的？你是怎么看着我被他欺辱，最后扔在雪地里活活冻死的？张明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从狂喜到错愕，再到难以置信的惊恐，他的瞳孔骤然收缩，像是听到了最荒诞不经却又直击灵魂的质疑故事。你在胡说什么？什么上一世，什么冻死？林婉，你疯了？你是不是吓傻了？他语无伦次，试图用提高音量来掩盖内心的剧烈震动和那种被说中心底最恶毒秘密的恐慌。尽管如今的你不知道这些事，但是我能确定的是，末世再来一次，你只会做得更狠毒。即便退一万步说，你这一世不会这样了。可是，你骗我签下那么多高利贷合同，骗我的钱财，这些难道不是真的吗？张明的脸色彻底变得惨白如纸，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踉跄了一步，仿佛被无形的重锤击中。这些细节，尤其是他内心最龌龊、最不堪的记忆，被如此清晰地揭露出来，击碎了他所有的侥幸心理。不可能，你怎么会？他喃喃自语，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从地狱爬回来的恶鬼。因为我就是从地狱爬回来找你索命的鬼。我的声音陡然变得尖利，积压了2世的恨意在这一刻汹涌而出。我回来了，张明带着对你的所有记忆回来了，这一世轮到你了。窗外惨叫声和嘶吼声越来越密集，撞击声、玻璃破碎声不绝于耳。末日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吞噬着这个世界。而屋内，张明似乎被巨大的恐惧攫住，他猛地转身，想要逃离我，逃离这个让他毛骨悚然的房间。他猛地冲向大门，用力拧动门把手。然而，那扇看似普通的防盗门早已在系统的强化下变得坚不可摧，任凭他如何拉扯、撞击，门都纹丝不动，甚至连晃都不晃一下。开门，放我出去！疯子，你是疯子！哦，放你出去，好啊，满足你。我靠近门口，亲手替他打开了门，可是外面的景象却让张明顿时止住了脚步。墙壁上全是丧尸的抓痕，地上有着零散的血迹，触目惊心的场景让张明愣住了。如今的他像是站在了一根独木桥上，进也是死，退也是死。你要走就快点走，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如果你不出去，那么这扇门就永远不会为你打开了。张明站在那里纠结许久，他的手紧紧地握成拳头，指节被他捏得泛白。最终，他的理智战胜了他的自尊，外面恐怖的声音和惊悚的场景让他害怕不已。我知道他怎么想的，他觉得与其去外面和丧尸搏斗，还不如待在这里好好哄哄我，没准我只是闹脾气，只要他哄哄我，我一高兴又会被他骗得团团转了。不是的，我不是。张明无奈的叹气，颓废地顺着墙壁滑下去。我看准了他不会出去，为了避免把丧尸招过来，赶紧关上了门。我悠闲地走到沙发边坐下，甚至从系统仓库里取出一杯温热的奶茶。吸管插入杯口的细微声响在张明的耳边显得无比刺耳。我啜了一口奶茶，甜腻的味道很好地安抚了我激动的心情。既然他选择不出去，那就永远都别想出去了。我要亲眼看着他走向灭亡，就像上一世他亲眼看着我去死一样。这扇门还有这些窗户都已经被我加固过了，别说他张明，就算外面那些丧尸一起撞也撞不开。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我想让你也尝尝被抛弃、被背叛，在绝望和寒冷中慢慢死去的滋味。不过别担心，我不会让你死得太快。你看，外面现在到处都是吃人的怪物，温度很快就会骤降，变成能冻裂骨头的极寒地狱。而你被困在这里，这个你曾经和我一起生活，最后又为了点蝇头小利把我推出去送死的地方。我伸出手指，轻轻划过空气中并不存在的界限。这里现在是我的农场入口，我的安全屋，这里有食物，有水，有温暖的阳光，有吃不完的新鲜蔬菜和肉类。随着我的话语，我刻意通过系统让一丝火锅的香气、烤面包的麦香，甚至水果的清新甜香缓缓在室内弥漫开来。这些味道对于惊恐交加可能还没吃晚饭的张明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诱惑和折磨。
你休想把我困在这里饿死，你自己也会饿死。你囤了多少东西，能撑多久？哦，你想看看我的库存吗？我心念一动，通过系统操作，瞬间，我们之间的空地上一阵微光闪烁，如同全息投影般，显现出农场仓库内部的景象。堆积如山的米面粮油，整墙的罐头食品，塞满巨大冰柜的各类肉食，琳琅满目的新鲜蔬果，成箱的瓶装水和各种饮料，影像栩栩如生，甚至能看清包装上的字。这远超想象的物资储备，彻底击垮了张明的心理防线。他的眼睛瞪得几乎凸出来，嘴巴张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那影像只持续了短短几秒就消失了，但带来的震撼却久久不散。这怎么可能？幻觉，一定是幻觉！他拼命摇头，拒绝相信眼前的一切。是不是幻觉？你很快就能体会到。我收起笑容，语气变得冰冷。从今天起，这个房子就是你的监狱，而我就是你的狱卒。我站起身，走到书房门口，那是我之前睡觉的地方，也是系统绑定的核心区域入口。看好了，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我猛地推开书房门，门内并非他熟悉的书房景象，而是一片朦胧的、泛着柔和白光的入口，隐约能看到后面绿草如茵、阳光明媚的世界，与窗外血腥混乱、渐渐被冰雪覆盖的地狱景象形成鲜明对比。温暖湿润的空气带着泥土和青草的芬芳从门内涌出。张明彻底呆住了，痴痴地看着那不可思议的景象，仿佛看到了天堂的入口。而我当着他的面一步跨了进去。就在我进入的瞬间，书房的门关上了。在门完全关闭前，我留下最后一句话：好好享受你的末日吧，张明，试着找找看，这里有没有过期酸奶和红塔山。门彻底关上，那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象和气息瞬间消失。书房的门看起来又变回了普通的样子，但张明知道一切都不同了。他发疯似的冲过去，用力拧动书房的门把手，却发现这扇门比外面的大门还要坚固，根本无法撼动分毫。林婉，你出来！我错了，我知道错了。张明开始哭喊，用力捶打着房门。求求你，看在我们以前的情分上，放我进去，给我点吃的，我会死的，我真的会死的。他的哀求声凄厉而绝望，然而回应他的只有书房门板的冰冷触感，以及窗外越来越近的丧尸嘶吼和令人牙酸的刮擦声。似乎有丧尸被这边的动静吸引，正在试图爬上楼。听见这恐怖的声音，张明也不敢再继续嘶吼了，生怕引来外面的丧尸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他以为只要在这里一直耗着，我会心软。他在赌我的慈悲心，他以为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饿死。但是他想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极寒也开始显现威力，室内的温度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窗户上迅速凝结起一层白霜，并且越来越厚。张明打了个寒战，他终于清晰地认识到林婉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末日来了，而他被独自困在了这个冰冷的囚笼里，与他仅有一门之隔的是足以拯救他的一切，他却永远无法触及。恐惧和寒冷瞬间攫住了他，他停止了啜泣，惊恐地环顾四周。客厅里只有一些普通的家具，没有任何食物，连饮水机里的水都只剩浅浅一个底。他连滚带爬地冲进厨房，疯狂地翻找每一个橱柜，只有半袋米、几包方便面，还有几根蔫了的蔬菜和一小块冻肉。这是我故意留下的，为了延长他的痛苦，不至于让他立刻饿死。我要做的是让他在挣扎与痛苦中死亡，而不是这么轻易的就结束。这点东西在正常的末日环境下或许能撑几天，但在这个温度急剧下降的冰窖里远远不够。更何况张明没有足够的御寒物资。他找到了一条薄毛毯，把自己裹起来，缩在客厅的角落，瑟瑟发抖。窗外丧尸的嘶吼声和撞击声越来越清晰，仿佛就在耳边。他甚至能听到某种沉重的拖沓的脚步声在楼道里回荡，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低吼。寒冷、饥饿、恐惧以及被彻底抛弃和背叛的绝望，如同无数只冰冷的手紧紧攥住了他的心脏。而与此同时，农场空间内，我置身于温暖如春、阳光明媚的农场中，深深吸了一口充满植物清香的空气。刚才面对张明时的冰冷恨意渐渐平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大仇即将得报的快意和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我走到控制面板前，上面竟然分出了一个小屏幕，清晰地显示着外面客厅的实时景象。张明裹着薄毯，缩在墙角发抖，脸色青白，眼神涣散，充满了绝望。温馨提示：环境模拟调控系统已延伸至绑定实地基础区域，可调节范围、温度、湿度、光照。是否对实地客厅进行环境调节？系统贴心地给出了选项，并且提示我，本次调节只有宿主可见。我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笑容，调节，当然要调节。我将客厅的温度调节功能关闭，并且选择了与环境同步模式。这意味着外面客厅的温度将完全跟随外界极寒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系统不会提供任何额外的保温。然后我跟随系统的引导，又找到了一个新功能——实景音讯传输。
这个功能可以选择将农场内的声音选择性的传输到绑定实地的特定区域。我想了想，从仓库里取出之前那顿没吃完的火锅，红油锅底再次咕嘟咕嘟的翻滚起来，辛辣鲜香的蒸汽弥漫开来。我把肥牛、毛肚、虾滑、青菜一样样下进去，煮熟的肉香和菜香无比诱人。然后我开启了音讯传输，将火锅沸腾的咕嘟声、我满足的叹息声，以及筷子碰到碗边的轻微声响，清晰地传到了外面的客厅里。做完这一切，我惬意地坐在草地上，享受着我的末日火锅大餐。通过小屏幕，我能看到张明的鼻子抽动了一下，他似乎闻不到味道，但那清晰无比的代表温暖和食物的声音，像魔咒一样钻入他的耳朵。他猛地抬起头，绝望的眼神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和更加深刻的痛苦。他循着声音望向书房的方向，喉咙里发出呵呵的类似哽咽又似诅咒的声音。他知道这是我故意的，我在里面享受着温暖和美食，而他却要在寒冷、饥饿和恐惧中慢慢煎熬。这种认知比单纯的寒冷和饥饿更让他痛苦百倍。他终于崩溃地发出一声嘶哑的嚎叫，疯狂地用头撞击着墙壁。我冷漠地看着屏幕里他的丑态，心中一片平静。这就忍受不住了吗？不，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几天，我通过小屏幕冷眼旁观着张明的末日求生，仿佛在看一场末日片的楚门的世界。而这次电影的楚门却没有那么幸运了。他靠着那点可怜的食物和极寒初期获得的融化雪水，勉强维持着生命。室内的温度已经降到了-20多度，热气成冰。他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裹在了身上，甚至把窗帘都扯下来包裹身体，但仍然冻得瑟瑟发抖，嘴唇发紫。窗外的丧尸活动似乎更加频繁了，不时有可怕的撞击声和刮擦声传来，让他时刻处于惊恐之中。有一次，一只冻得僵硬青紫的脸甚至猛地撞在客厅的窗户上，留下恶心的粘液和血污，把张明吓得差点心脏骤停。而我则在农场里悠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张明时不时出现的丑态让我心情愉悦，像是在看一个实时的小品。我收获了一茬又一茬的蔬菜，鸡蛋和鸭蛋也收了不少。偶尔我也会大发慈悲地给张明一个鸡蛋，让他不至于被饿死。每次他都像一只丧家之犬一般跑过来快速拿走吃食，同时祈求着我能够救救他。可是每次换来的都是无尽的失望。农场里畜牧栏的兔子开始繁殖，加工坊将多余的木材加工成了木炭，为我提供了额外的燃料来源。我甚至用收获的苹果尝试酿了点果醋，虽然味道一般，但是却让我感受到了无比的快乐。我每天都会准时在饭点将农场里烹饪美食的声音，比如炒菜的滋滋声、炖汤的咕嘟声，甚至打开罐头时的清脆响声传到外面的客厅里。这对张明来说是极致的精神折磨，他的精神肉眼可见的崩溃下去，时而喃喃自语，时而对着书房门疯狂咒骂，时而又痛哭流涕的哀求。第7天，他的精神彻底耗尽了，我也连续2天没有给他鸡蛋了。饥饿驱使他做出了疯狂的举动，他试图撕扯沙发里的海绵填充物充饥，但干燥粗糙的海绵根本无法下咽。他又把目光投向了窗台上的几盆绿植，连土带根茎地塞进嘴里，咀嚼着，吞咽着，脸上满是泥土和痛苦的泪水。通过屏幕看到这一幕，我知道他的身体已经快到极限了。可是上一世，我也曾这样在他身边祈求他，甚至连我做人的最后一点尊严都给了他。可是他呢？他因为一盒不能果腹、不能救命的烟，就把我卖给一个恶霸。那种惨痛的感觉，我到现在想起来还仍然打寒战。这些不够，远远不够。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检测到宿主复仇执念，阶段性释放，心境提升，农场系统升级条件部分满足，又可以升级了。我尝试点击进升级要求的页面。LV6 升级需求：木材2000斤，石料2000斤，金属500斤，电子元件100斤，各类种子200斤，新鲜蔬果收获量达到1万单位，肉类储备达到2000单位。解锁新功能：终极加工坊，可制作简单工具、家具等。小型水产池，环境模拟调控扩展版，可模拟降雨、降雪等天气。其他物品倒是好说，但是电子元件的储存量似乎有些不够了。我正发愁，系统又贴心地提醒了我一个额外任务。额外任务：处置当前绑定实地内的入侵者。任务奖励：升级所需资源减半，并随机解锁一项 LV7 功能。处置入侵者。我看着屏幕上那个蜷缩在角落，因为吃了泥土和植物而痛苦欧呕、奄奄一息的张明，眼神冰冷。是时候了结这一切了。系统的提示冰冷而直接，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任务。处置入侵者。这4个字像最终的判决，悬在了张明的头顶，也为我漫长的复仇画上了一个清晰的句号。我看着屏幕上那个已经不成人形的男人，他蜷缩在客厅最冷的角落，身上裹着肮脏的、凝结了冰霜的窗帘和所有能找到的布片。因为吞食了过多的泥土和植物纤维，他的胃部剧烈痉挛，正发出痛苦的干呕声，却呕不出什么实质的东西。
只有一些浑浊的粘液和绿色的汁液。他的脸颊深深凹陷，眼窝发青，嘴唇干裂发紫，呼吸微弱而急促，每一次吸气都带着冰冷的痛苦。可怜吗？如果是一个陌生人，我会觉得他十分的可怜，甚至可能会给他救助。但当我闭上眼，前世被他推向恶霸时，那绝望的触感，雪地刺骨的寒冷，以及他接过那包烟时贪婪又谄媚的嘴脸，便无比清晰地浮现出来。那点微末的怜悯瞬间被碾得粉碎。入侵者，我低声重复着这个词，嘴角勾起一丝冷酷的弧度。这个形容词很贴切。对于我的农场、我的安全屋、我的重生之地而言，他张明就是一个不请自来，并且曾对我造成过致命伤害的入侵者。处置他，天经地义。只是如何处置呢？系统没有明说，是直接了结他的性命，还是将他扔出去自生自灭，或者有更系统的方式？我调出系统界面，仔细研究这个额外任务。当我将意念集中在处置二字上时，界面下方果然浮现出一行更详细的说明。处置方式可选择： 1. 驱逐，将入侵者强制转移出绑定实地范围。 2. 清除，系统将分解入侵者，转化为基础有机肥料，可用于加速作物生长，请宿主选择。转化为肥料。即便我恨意滔天，看到这个选项时，心脏还是下意识地猛缩了一下。系统的冷酷和高效，带着一种非人的、令人战栗的意味。这不再是简单的复仇，更像是一种资源回收。我深吸一口气，指尖悬在2个选项之上：驱逐还是清除？理智告诉我，选择清除最为彻底，永绝后患，还能获得一份资源。但内心深处残存的一丝属于文明时代的底线，让我对将人变成肥料这个选项感到本能的抗拒。更何况让他就这么轻易的消失，似乎太便宜他了。他应该更充分的体验我前世经历过的绝望。即便外面已经是末日了，我仍然保持着一丝理性。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虽然处在末世极寒时期，虽然外面的丧尸已经毫无人性，可是要我真的选择将这个人转化成肥料，我却始终做不到。还是不了，他变成肥料滋养出来的菜，恐怕我吃了也会恶心。而且以后我在这农场里1日，就会想起他1日。这对我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折磨？那就选择驱逐吧，让张明离开这里，让他去和丧尸搏斗，和上一世的我一样，让他自生自灭。这样我的双手上不会沾染他的血，我也不会因道德的束缚而日夜煎熬。我的目光落在驱逐选项上，是的，驱逐，将他扔回那个他曾经毫不犹豫将我推入的地狱，让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面对外面的冰寒和丧尸，这才是最符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复仇。我最终还是选择了驱逐。已选择处置方式，驱逐，请确认执行。系统提示音冰冷的响起，我再次看向小屏幕，张明似乎连颤抖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有胸口微弱的起伏，证明他还活着。他的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里面只剩下麻木的绝望。张明，我通过系统将我的声音清晰地传到了客厅。他猛地一颤，涣散的眼神凝聚起一丝微光，挣扎着抬起头，循声望向书房门的方向，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响，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喂，我错，原谅，救。张明到此刻还在幻想着我能够大发慈悲地救救他，可惜我并没有按照他想象的回答。你的末日观光之旅该结束了。我的声音平静无波，听不出任何情绪。这个房间不欢迎你。听见我这样说，张明本能的恐惧让他瞪大了双眼。这里虽然寒冷，也没有足够的食物，可是最起码这道墙可以保证他不被丧尸所杀害。只可惜这最后一丝保护也要消失了。下一秒，不等他做出任何反应，系统提示再次响起，驱逐执行中。只见客厅里，张明所在的位置空间一阵奇异的扭曲，他的身体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猛地压缩变形，然后咻的一声，瞬间从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像他从未在那里存在过一样。只有地板上留下的些许污渍和扯坏的窗帘，证明过他刚才还在那里苟延残喘。几乎在同一时间，系统提示音变得欢快了一些。额外任务完成，奖励发放中。LV6 升级所需资源已减半，随机解锁 LV7 功能。初级生态循环系统可实现农场内水资源、有机废料的初步循环利用，显著降低对外部资源依赖。资源减半，这大大缓解了我收集物资的压力，尤其是电子元件。而刚刚解锁的初级生态循环系统，这简直是末日求生的神器，意味着我的农场可持续性得到了质的飞跃。喜悦冲淡了刚才处置张明时的那一丝复杂心绪，复仇的快意和生存能力提升的双重满足感包裹着我。我立刻调出公寓外的监控画面，这是系统升级后附带的功能，可以查看绑定实地周边一定范围内的景象。画面中，楼下的雪地里凭空出现了一个蜷缩的人影，正是张明。他似乎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茫然地躺在冰冷的雪地里。刺骨的寒冷瞬间穿透他单薄的衣物，让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挣扎着想爬起来，但极寒早已剥夺了他的大部分体力，他的动作迟缓而无力。更可怕的是，他的出现和惨叫立刻吸引了附近几个漫无目的游荡的身影。那些曾经是人的怪物，穿着破烂的冬衣，皮肤青灰溃烂，眼睛浑浊不堪。听到动静，他们立刻僵硬地转过身，喉咙里发出兴奋的呵呵声，摇摇晃晃的，却又速度不慢地朝着声音来源扑了过去。不要过来，滚开！张明惊恐地尖叫起来，连滚带爬地想逃，但冻僵的双腿根本不听使唤，没跑2步就重重摔倒在雪地里。一只丧尸率先扑到他身上，张开散发着恶臭的嘴，狠狠咬在他的肩膀上。张明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拼命挣扎，用还能动的手胡乱地击打着丧尸的头脸，但更多的丧尸围了上来，撕咬着他的手臂、他的腿、他的腹部，鲜血瞬间染红了洁白的雪地，温热的内脏暴露在冰冷的空气中，冒着诡异的热气。张明的惨叫声渐渐微弱下去，变成了无意义的呵呵声，最终彻底消失。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望着灰蒙蒙的天空，里面凝固着极致的痛苦、恐惧和难以置信。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血腥而残酷的一幕，心中一片平静，没有恐惧，也没有怜悯，甚至没有大仇得报的狂喜，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释然。结束了，我和他之间两世的恩怨，终于在这一刻，以他惨死丧尸之口的方式彻底了结。关掉监控画面，我将外界的一切喧嚣、血腥和寒冷都隔绝在外。农场里，阳光依旧明媚，空气清新温暖，作物茁壮成长，小动物们安然自得，火锅的香气似乎还未完全散去。我走到黑土地边，看着绿油油的生菜叶子上滚动的露珠，心情逐渐变得开阔。大仇得报，接下来就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在末日中的新生了。在我刚要体验一次生态循环系统的时候，系统提示的界面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检测到额外生命体的靠近，请问宿主是否要查看？额外的生命体，这个描述词显然不是形容丧尸的，那这额外的生命体能是什么呢？我怀着好奇心打开了监控画面，一只瑟瑟发抖的小狗似乎是感应到了我这里有温暖的光，拼尽全力往公寓的门上蹭。屏幕中，这只雪纳瑞可怜兮兮地摇着尾巴，长长的睫毛上挂满了白霜，因为寒冷，身体止不住的颤抖。看着眼前的一幕，心里一阵心疼。这末世的到来，不仅惩罚了乱砍滥伐的人类，也波及了这么多无辜的小生命。请问宿主是否要接纳新生命体进入系统？可是，虽然我很想救它，但是它突然出现，会不会也变异了？会不会对我的农场有影响呢？我正纠结着，系统界面发生了变化。温馨提示：经系统监测，该生命体对宿主及系统无攻击性，宿主可以放心选择。看着面前系统的提示，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接纳。一瞬间，公寓的门就打开了，雪纳瑞用尽全力跑了进来，抖了抖身上的风霜。那只小雪纳瑞冲进公寓后，系统大门立刻关闭，将外界的严寒与危险彻底隔绝。它似乎惊呆了，站在原地，小小的身体还在惯性般地瑟瑟发抖，湿漉漉的黑鼻子不停抽动，警惕又茫然地打量着这个温暖如春、绿意盎然的空间。它看起来不过3、4个月大，毛发灰白相间，典型的雪纳瑞特征，但长期的营养不良和末世的颠沛流离让它显得瘦小可怜，毛发也脏兮兮地打着绺，腿上和腹部还沾着已经冻结又被室内温度融化的泥雪。新生命体已进入农场，系统正在扫描。扫描完毕，物种雪纳瑞健康状况轻度营养不良，轻微冻伤受惊过度，无病毒携带迹象，建议清洁喂食安抚。系统冰冷的声音此刻听起来却格外暖心，我蹲下身，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柔和。小家伙别怕，到这里就安全了。他似乎能感知到我的善意，又或许是农场里平和的气息让他放松了警惕。他犹豫了一下，没有吠叫，只是发出细微的带着颤音的呜呜呜声，小尾巴试探性地极其缓慢地摇晃了一下。我心中软成一片，末世之中能遇到一个鲜活、弱小却坚韧的生命，仿佛让我自己也找到了某种情感上的锚点。复仇之后，空落落的心似乎被这小东西填满了一些。我从仓库里取出一小碗温羊奶和一小碟切碎的熟鸡肉，轻轻放在离他不远的地面上。食物的香气终于击溃了他最后的防备。他小心翼翼地靠近，先是快速舔了一口羊奶，然后像是确认了安全，立刻埋头狼吞虎咽起来，小小的身子几乎要埋进碗里，发出满足的哼哼声。看着他急切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笑。等他吃完，我又打来温水，用柔软的毛巾轻轻帮他擦拭身上的污渍，小心地避开冻伤的部位，只是偶尔在我碰到痛处时瑟缩一下，然后用那双像是戴了黑色眼罩般的聪明眼睛看着我，里面充满了依赖。清洁过后，他看起来精神多了，毛色虽然还未恢复光泽，但已能看出原本的可爱模样。他主动蹭了蹭我的手掌，湿凉的鼻尖触感让我心里暖暖的。检测到宿主与附属生命体建立初步信任连接，请宿主为附属生命体命名。
还需要取名？我看着他标志性的长长胡须和眉毛，像个小小的老绅士。就叫你镇长吧。我轻声道。在这个属于我的农场小世界里，他就是除我之外的第一位居民，叫镇长，再合适不过，而且听起来就很可靠，能镇宅。命名成功，镇长，身份认证初级农场守护犬。系统提示音刚落，我惊讶地发现镇长的脖颈处微微一亮，浮现出一个极其细微的绿色符文印记，旋即隐没在毛发中。而他似乎也感知到了什么，昂起小脑袋，耳朵竖得直直的，眼神比以前更加灵动有神，甚至挺了挺小胸脯，仿佛真的肩负起了镇长的职责。汪汪！他叫了2声，声音虽还稚嫩，却中气十足，然后开始摇着尾巴，好奇地在农场里巡逻起来，这里嗅嗅，那里看看，时不时还用爪子扒拉一下黑土地。更令我惊奇的是，随着镇长的巡逻，系统界面竟然又出现了新的提示：守护犬镇长，特性激活，初级升级鼓舞，效果小幅提升农场范围内动植物生长速度及活力，当前提升幅度5%。我瞪大了眼睛，看着地里那些蔬菜苗苗，似乎真的以肉眼难以察觉，但系统数据确实在缓慢跳动的速度变得更加清脆欲滴。同时，畜牧栏里的鸡鸭们也似乎更欢快了些。这简直是意外之喜。我捡回来的不只是个小可怜，还是个自带增益光环的宝贝。镇长，我欣喜地唤他，他立刻停止巡逻，屁颠屁颠地跑回我脚边，仰着头看我，尾巴摇得像螺旋桨。我把他抱起来，感受着他小小身体传来的温暖和生命力。末世之中，我不再是孤身一人了，有了镇长的陪伴，这个农场空间仿佛真正成了一个完整的、充满生机的家。接下来的日子，因为镇长的到来，变得格外不同。镇长非常聪明，很快适应了农场的生活。他似乎明白这里是他的领地，巡逻起来一丝不苟。他会赶走试图偷吃作物的小虫子，会在鸡鸭们过于喧闹时汪汪两声维持秩序，甚至会在我劳作时安静地趴在一旁陪伴，或者叼来一些小工具给我。虽然他叼不动大的，他的生机鼓舞效果持续发挥着作用，作物的收获周期缩短，产量也略有提升，让我囤积物资的速度更快了。LV6 所需的资源，在资源减半的奖励和镇长的帮助下，以惊人的速度积累着。而镇长自己在充足的食物、干净的水和舒适环境的滋养下，也飞速成长，毛发变得浓密有光泽，身体强壮了不少，眼神机警而聪慧，奔跑起来像一道灰白色的闪电。他成了我名副其实的镇宅神兽，不仅镇着农场，也镇着我的心。每当我从监控画面看到外面冰雪覆盖、丧尸游荡的残酷世界，再回头看看在阳光下追逐蝴蝶的镇长，以及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那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愈发强烈。我开始更加积极地规划农场的未来，规划我自己的生活。慢慢的，我学会利用新解锁的初级生态循环系统，收集雨水，净化生活废水用于灌溉，将作物残渣和动物粪便分解为有机肥料，极大地减少了资源消耗。这一系列的操作让我的农场日渐昌盛，而我也将在这温暖的地方和镇长一起期待着末世的结束。